前不久，小白测评数据库正式更新了 4.0 的模型，将贯穿整个2024。我们专门出了一期解析视频啊，细化标准的同时，更加贴近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啊，当然也加大了一些测试压力。详细情况强烈建议大家去翻看一下我们那期解析视频啊，或者在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之中查看。本期横滨的参赛选手是最近非常热门的4台新终端机啊，价格在2000元到3000元这个价位段。红米 K70 啊，荣耀90 GT、iQOO Neo 9，还有一加 A43，谁更具性价比，谁能顶得住 4.0 的新模型？新终端和老8.2旗舰该选谁？我们本期全部实测。好的，我是双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4台机的配置我们直接打出来啊！其实这4台我们之前在 3.5 模型的时候都做过详细的单体测评，后面看上谁了可以再去翻看一下。ID 设计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啊，1、2、3、4啊，就凭眼缘你先选谁？大家可以评论弹幕啊。材质上红米和一加都是金属中框玻璃背板，但是重量也超过了200克。提醒注意啊，一加是唯一一台曲面屏手机，同时提醒注意，iQOO和荣耀都是塑料中框的，后盖有玻璃和素皮2种可选，这2家相对来说设计上都更加年轻化一些，这手感更加轻巧。大家可以说各有优劣啊，设计本身就是萝卜青菜嘛。性能方面，4口人整整齐齐都是骁龙8.2啊，都是8x4这套组合。按理来说，芯片相同，性能应该大差不差吧？先看跑分，我们拉上了相同规格，但是发布早1年的老8.2旗舰小米13，娱乐度最高的是 iQOO Neo 9啊，接近170万啊，一加红米都在165万上下，小米13则又云控那味儿了啊，只有近158万。3D Mark 环节4台差距也不到啊，3700上下，稳定性排名和刚才也是一样的。iQOO 最高94.1%，发布最早的小米13最低只有77.5%。黑斑之6中得分最高的依然是iQOO Neo 9，单核2057，多核5647。纸面跑分上，iQOO这么看着都有不错的表现啊，但是先别急，实测中有反转啊！哎，等一下。荣耀呢？我们这台荣耀90 GT 系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跑分软件就是装不进去，甚至官方商店的娱乐兔也都装不上。不过没关系，我们直接实测说话。首先是小白测评数据库 4.0 版本的王者120极致。我们这次的测试呢是通过全新的观战模式，尽可能的排除了个体操作差异，同时观战呢都是我们提前统一录制好的，这个压力也更大了。具体更改信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 4.0 的解析视频。温度的记录在我们 4.0 新模型呢也采用了正反发热源处啊贴热电偶的方式来记录温度曲线，相比于之前的红外呢要更加精准一些。之前 3.5 测试模型中是120高清，以前的8.2旗舰在 3.5 啊，这王者基本上都能舒舒服服躺30分钟，但 4.0 模型下大家都不太轻松了。一加 A43 随着中后期的团战压力起来之后，帧率卡顿也逐渐频繁起来，温度也到了44摄氏度，功耗到了5.2瓦。米系2台对于王者还是有一定优化的，都有119帧以上的成绩。小米13相对来说不是性能挂的嘛，体积比较小嘛，所以释放相对保守，只有4.8瓦，温度44.5摄氏度，掉帧有，但是不多，主要在中后期的团战过程中。红米则是更加激进一些，前大半段啊都基本顶满，只有最后快结束的时候轻微掉帧，功耗当然也来到了5.7瓦啊，最高温度也超过了45了，46.4摄氏度啊，两兄弟的调教方向啊，这差别还是挺大的。跑分缺席的荣耀平均帧率是117.7，中后半段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卡顿，最高温度45.7摄氏度，也过45了啊，功耗也不低啊，这5.8瓦，在王者环节相对是最差的那一个。iQOO由于王者接口的原因，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啊，这个观战模式它目前只有60帧，我们已经联系了蓝厂的小伙伴嘛，他们表示已经在着手适配了，这个环节暂时缺席。到了原神环节，5台机械总算是测齐了啊，之前的8.2旗舰在 3.5 模型中我们都快说成中负载了，但换到最新的 4.0 模型之中啊，加入了水上冲刺啊，有 BOSS 有开船，各家就多少露出点马脚了。详细的测试路线依旧可以查看 4.0 的解析视频。这里我们还是再啰嗦一下啊，这个强烈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因为你看一次啊，就对整个2024年我们对于机型的测试维度有清楚认知了。这个模型将会贯穿全年。当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回复数据库手册这几个字，获取最新的 4.0 测试手册，自行参考对比。新的原神路线相对表现比较好的是一加 A43啊，但平均帧率也只有56帧了。前半段有一些小卡顿，到了中段第一个 BOSS 就开始了比较明显的波动，25分钟的时候亮度降到了150尼特，且手动拉不回来了，帧率也是直接锁到了30，平均功耗也是几台里面最高的，达到了6.4瓦，而且它的最高温度也突破了50摄氏度，还是很烫手的。iQOO这边不算很差，平均帧率53.3帧啊，确实稍低一些，但是功耗呢5.8瓦，机身最高温度48.8摄氏度，实测10分钟之后它的亮度降到了210尼特，且拉不回
回来了啊，但是还是能够看清楚画面的。之后呢，就采取了缓降策略，但还是顶不住中后半段的压力啊，多少有些跌宕起伏。米系新旧两兄弟到了这个环节的调教方向，差别就更大了。老旗舰小米13平均帧率52.1帧，从第一个 boss 开始，顶不住频繁的大招压力啊，就有了明显的掉帧。14分钟，这亮度降到200尼特，且拉不回来了。中后半段也开始采用逐渐锁帧的方式，让游戏不至于那么难受啊。这种策略还是 OK 的。平均功耗呢，最后是5.7瓦，最高温度47.7摄氏度啊，也不算很低。小弟红米这边就没那么好过了。首先是全程它都没有降亮度，这一点很坚挺啊，非常值得点赞。不过啊，它的帧率曲线就不好看了。从第一个 boss 战开始就直接锁到了45帧，经过5分钟战斗之后啊，换到下一个 boss， 这个途中缓上来一口气，没一会儿啊，又开始锁45啊。到了后半段开船环节，最低它已经掉到了30帧以下，平均功耗6.2瓦，最高温度48.3摄氏度，坚持不降亮度，这个策略确实挺猛，但多少有点狂暴过头了，在帧率和体验上的牺牲过多了一些。荣耀90 GT 的帧率可以说掉得很有规律，前8分钟水上弗灵纳压力顶不住了，开始锁40帧，亮度降到了230尼特，拉不回来。注意，此时的温度就已经超过50摄氏度了。到了第一个 boss 啊，更是直接锁到了30帧以下。5分钟战斗之后，换到下一个 boss 的途中啊，又升到了40啊。第二个 boss 又顶不住压力，开始锁30，最后平均帧率38.6帧。功耗方面，由于大幅度的降频呢，最后是5.3瓦。性能释放上，米系这两台对于王者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化的。不过 4.0 原神模型下这差别就比较大了，家人们的原神合作投资还是能看得出来有效果的啊。iQOO 则是对于高压测试有一定的缓降策略，而荣耀嘛，同样是8帧2啊，能猜到前面为什么跑不了分了吧？OK， 接下来就是数据库 4.0 的全新续航模型啊。本次最大的改变就是前台程序在测试的同时，也搭配了一定的后台要求，这也是更加贴近大众场景。大家日常基本上微信都是挂在后台的啊，也不会把它杀掉，经常边打游戏边聊天，或者说边语音边刷微博，或者说边听个歌。之前8帧2啊，基本上都能测个7、8个小时，但 4.0 新模型我们前期复测了10几台中高端机型啊，普遍都跌了2个小时左右的续航时间。具体大家可以去小程序里面查看一下。小白测评数据库 4.0 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毫无疑问啊，电池最大的一加 A43是表现最靠前的啊，胜于60%。其次是红米 K70 和 iQOO Neo 9啊，胜于55%。iQOO 的电池容量相比红米要更高啊，所以排名次之。最后是荣耀90 GT 胜于54%。小白测评数据库 4.0 6小时重度续航测试，是的，比之前 3.5 加了1个小时啊。这 5G 网络下，王者120高清再搭配微信语音，还有原神新路线这2个环节就干趴了不少选手，更不要说最后的今日头条加上音乐后台了。6个小时的重度模型，大家可以说4个字：全军覆没啊！1加1小时原神之后，仅剩余了4%，刷了14分钟的头条，最后成绩是5小时14分钟。要知道，在 3.5 的续航模型中，1加 A43是可以轻松跑过8个小时的。iQOO Neo 9新模型之中5个小时都没到啊，坚持了4小时57分钟之后就关机了。最后2个5000毫安时的 K70 和90 GT 相差只有6分钟啊，一个4小时47分钟，一个4小时41分钟。看来后台机制的引入，这压力确实大了啊，但是也确实更符合大家的日常使用了啊。大家日常基本上都会有几个后台同时存在。这次呢，我们也基本能够预测到不同电池的容量配上不同等级的电芯应该有的续航成绩了。在测试过程中，我们也更加细化了测试标准，在某些不符合标准的环节，我们会单独说明。同时，这次数据库小程序内呢，也会有一个标红策略，就像这个样子啊。你在小程序看到是红色名字，这里有个小小的叹号，它是可以点开的。我们会着重标注它和大家不同标准的地方。之后还会有更多机型加入 4.0 的新模型之中啊，你可以随时随地在小程序免费查看、免费对比。屏幕方面，红米相对较小啊，6.67寸，其他3台都是6.7寸以上，但是红米也是唯一一台 2K 屏幕，其他3台都是 1.5K， 相比之下，红米要更胜一筹。亮度方面，全局峰值1加 A43凭借1600尼特拿下第一 ，iQOO 是1400啊，红米和荣耀都是1200。不过在日常使用之中，这个1000以上都能应付大部分场景啊，体验差距并不大。刷新率上 ，iQOO 最高能到144，但日常使用和其他3台120的也区别不大。4台机器也都有1000级频率的护眼调光。指纹方面，只有1加配备了超薄屏下指纹，值得点赞。很多大器件啊都是短焦，其他3台更是短焦了啊，比较靠下。红外双扬 FC X 轴马达，这4台机器都配齐了。要知道，之前这个价位段的手机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今年不用纠结了，大家全都有。充电方面，4台机器电池无论谁大谁小啊，你只要配上100瓦的快充，基本上半个小时左右都能充满啊。具体成绩我们就直接打出来，不再念了啊，大家这个环节不需要太担心。
影像方面啊，今年中端卷到这儿，主摄配置看起来也都不差了啊，甚至光学防抖他们4个全部配齐了。不过在本期测试时，武汉这几天是冬雨连绵啊，这个咱们只好找个商场这个光线好的地方给大家测试影像环节。首先就是第一光感，一加 Pro XDR 的成像效果在自己家的屏幕上看着还是相当惊艳的。别忘了前面的亮度它是可以干到1600尼特的。不过如果你在其他设备上看，比如说我们都会导到这个电脑上，用专业的显示器来去比较嘛，看起来可能就相对普通了。但要提醒注意，处理灯光边缘的时候啊，一加会有一些泛蓝的情况。iQOO 的默认鲜明模式拍出来还是有点之前蓝场的调教风格，提亮偏暖调。荣耀和 iQOO 的差别就不太大了，都是提亮鲜明的风格。4台手机在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成像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都算是得到了一些自家大哥的真传。不过到了更暗的场景，这个价位段的机器差别就很明显了。这组灯光场景，一加还是刚才说的啊，在自己的屏幕上看有80分，但是如果拉出来横向对比的话，感觉就变成60分了。红米这个路灯的表现让这夜晚更有氛围感一些，不过压高光感觉有点过啊，这个会显得暗处要更暗。荣耀到了晚上涂布感会更重一些，而且天空的处理呢显得比较斑驳。iQOO 这边也差不多啊，在2倍裁切上算法似乎也有一些问题啊，不清晰。在更暗的场景下，4台手机同样都是3秒左右的曝光，这个红米和一加的照片可用性还是不错的。这 iQOO 和荣耀依旧是有一些算法问题啊，最终成像不算太合格，还可以着重优化。4台机器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你说这成像那肯定是追不上自家大旗舰的光影质感的啊，什么刀锐奶化也没有那么强，但他们肯定也都到了随手发朋友圈啊都可用的水平了啊。但是暗光场景下，这个价位的机器相对就比较明显了。2个梯队吧，在最新版本下，红米和一加相对会好一些，荣耀和 iQOO 要差一些。其实大家的主摄配置都不差啊，还得看各家愿不愿意多在算法优化上下功夫了。这4台机的影像风格你喜欢谁？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OK， 简单总结，经过数据库 4.0 和影像的实测啊，我们主观排序啊，首先是一加 A13 啊，质感啊、调教啊、影像啊，这机器都比较水桶啊。不过如果你就是喜欢直屏，就是不喜欢曲面屏，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的。现在啊 ，iQOO Neo 9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价格也有优势啊。除了目前版本这夜晚拍照表现还不太行啊，这个其他地方还是可圈可点的。这性能释放上也还不错，在直屏的3款里面是不错的选择。回到开头的问题，新终端还是老旗舰啊？基于本期的实测，我们主观认为购买老旗舰的体验是不一定比新终端好的啊。其实看下来最多赢的地方就是质感，其他方面并不明显了，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新机啊。厂商们继续按照旗舰芯片下放的路子推动终端机型，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参考一下隔壁的苹果，基本就是这样啊，买新不买旧。你想一下之前的8 Plus 啊，现在用起来如果不是全重度场景，其实也还行。苹果这2年也是旗舰芯片和次旗舰芯片一起卖啊，旗舰芯片逐渐下放的路子如果走顺了，这终端机也会开始重视影像。你能看到啊，不少以前大旗舰机上才有的潜望长焦也逐渐出现在了终端机身上，苹果也是一样的。之前我们聊过，国内出货的大头呢，其实就是3000元以内的机型。虽然大家都在冲高端啊，但很多家的粮仓其实就是终端机啊，或者某种意义上说，终端旗舰的水平才代表了最普罗大众使用手机的大致水平，难道不是吗 ？OK， 数据库4.0已经全面更新，小程序我们也前期实测了一部分机器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翻看。2024小 S 屏将全面启用新的测试模型，大家注意看一下数据图上面的这个数字标注以及主题颜色。4.0呢将会是紫灰色的啊，注意和3.5的模型做一个区分。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如果觉得本期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下方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不问正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